妈妈去世后，继父每天晚上8点都会把妹妹叫到自己的房间，过了半个小时后，妹妹才会出来，木讷着红润的脸蛋，吃着一颗糖果。这件事已经持续2年了。2年前，妈妈因为脑溢血死后，继父便带着我和妹妹继续生活了下去。随后，继父把曾经对我做过的事转移到了妹妹身上。我逐渐意识到，继父对我的行为是一种侵犯后，还没来得及告诉妈妈，妈妈便死了。继父很有钱，能够让我和妹妹一辈子衣食无忧，所以妈妈的娘家很放心由继父抚养着我们。在他们眼里，继父光鲜亮丽，凭他的学识和家世能看上妈妈，是妈妈半生修来的福气。况且继父在外人面前彬彬有礼，学富五车，浑身上下散发着优秀基因的魅力。谁能想得到，这样的男人一直侵犯着我和妹妹？也许出于孩子的想象力，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是继父杀了妈妈，因为妈妈已经不能让他感兴趣了。我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去证实他，就这么幻想着，把想象的事情无数遍重复地告诉我的大脑，直到我的大脑再也不对此产生怀疑。继父杀了妈妈，我要杀了继父。妹妹已经习惯依赖继父，因为每天在8点之前，继父都会像一个合格的父亲那样，陪孩子玩贴纸、堆乐高、看动画，给足了孩子陪伴和耐心。他教我学钢琴的时候，坐在我的旁边会刻意保持着距离，一遍又一遍纠正我弹错的曲子，脸上笑容慈祥，好像完全忘了他那双大手曾缓慢地划过我的肌肤。我不会反抗他，我还没有学会杀人技巧，所以不能暴露蛛丝马迹。尽管我每次看见妹妹进他房间时，恨不得拿起菜刀冲进去，而我每天最期待的是想要引继父的女秘书来到家里。只有他来了，我和妹妹才会得到暂时的解脱。尽管妹妹不知道解脱是什么，她还不明白被伤害意味着什么。现在离8点还有10分钟，我回到房间，立刻用手机给秘书发了一条信息。这个微信号是我同桌给我的，我经营了很久，里面全是各种星盘和星座，还有占卜，都是我不懂的东西。不过秘书很喜欢，我四处复制粘贴，直到引起了这个号上唯一的好友秘书的注意。秘书给我的朋友圈点赞后，很快联系了我。第一次的时候免费占卜，其余的时候每次我都会收199块钱。越贵，我编的胡言乱语才会越真。我给他算了一卦，告诉秘书，他喜欢的人很可能比自己高一级，因为身份悬殊，所以很有难度。我以前偷听过继父的谈话，从他口中知道这个秘书一直暗恋继父，所以我只是通过对他和继父的部分了解，一步一步猜中他的心思。我偷偷和秘书聊了很久，秘书对我放下戒备心，说了很多关于暗恋继父的心事。而我用这个号使劲撺掇他努力去追求继父，适当的时候可以使用些手段，比如灌醉、下药这些小伎俩。可秘书坚持要用真爱打动这个男人的心，既然如此，那我只好给秘书创造机会了。我刚给秘书发了一则消息：黄道吉日值神，青龙见星，值日冲煞，冲猴煞北移求婚，恋爱事半功倍。果然，秘书在晚上8点的时候准时到达了我家门口。继父一直有一个很严格的原则，晚上8点之后不允许任何人拜访，因为大家都忌惮继父的身份，所以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人8点后来过我们家。我也没见过8点来拜访的人到底会出现什么后果，但为了妹妹，我只能拿秘书做试验。门铃响起，我听见了开门的声音。正当我耳朵贴着卧室的门仔细聆听的时候，声音却没有继续传过来。门被打开一条缝，突然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响彻整栋别墅，随后声音再次消失。我害怕极了，偷偷爬出卧室，躲在楼梯口寻找妹妹的身影，但我没看见妹妹，也没看见秘书。正当我的目光继续搜寻的时候，却刚好落在继父阴沉的眼神上。我害怕地尖叫了一声，随后继父的目光锁定了我的位置。继父一步一步走上了楼梯，我害怕地躲在柜子缝中瑟瑟发抖。一个阴影站在我的身边，遮住我头顶上的光。依依，出来！依依，你看见什么了？我没敢抬头看继父的脸，紧紧地缩着身子，恐惧使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继父的大手突然拎起我的衣领，轻轻地就把我从柜缝中拽了出来。继父，依依什么也没看见，我只是在找妹妹。我们不是约定好的8点之后妹妹不能陪你玩吗？继父的声音中带着一些笑意。我瞥了一眼继父的眼神，里面蕴含了一切可能性：侮我、杀我、气我。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彻底软塌，抬一下眼皮都似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我连求生的本能都放弃了。继父轻轻地就把我从柜缝中拎了出来，随后把我抱在怀里，朝着楼下走去。我的脸贴着继父的胸膛，他的身体很烫，我的脑袋昏沉，视线逐渐变得模糊。迷迷糊糊中，我看见继父把我带进了一间房间。这个房间我从未见过，像是一间实验室。继父把我放在一个铺着白色布的台子上，一根针管从我的视线中晃过，随后我直接昏迷了过去。不知睡了多久，我拖着昏沉的脑袋醒来了。房屋里一片漆黑，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墙上的钟表，8点整。什么？8点整？我内心猛然一惊，我瞪大眼睛看了看所处的房间，这是继父和妈妈的房间，是妹妹每天8点都要进来的房间。我2年没进来过了，这里几乎没有一点变化，墙上挂着继父和妈妈的婚纱照。2年前被侵犯的记忆再次被唤醒。我紧盯着门口，黑夜的寂静在我紧张的呼吸声下显得更加深邃恐怖了。一声嘎吱声，门被开了一条缝，继父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打开了灯。我立刻紧闭双眼，佯装还没有苏醒的模样，但紧张感让我的手紧紧攥着床单。继父的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在房间里没有规律地踏动着，脚步很急促。我很想知道继父想要做什么。当我想要睁开眼睛的时候，继父走到了我的床边，停住了脚步。
我感觉到继父在打量我，他炙热贪婪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我屏住呼吸，生怕他知道我醒了，他一定感觉很有趣吧？这样拙劣的演技，像极了被圈养的羔羊。目光停留了很久后，继父把手放在了我的额头上，随后把手放在我的脸上，手指从我的眼角一直滑到嘴角。依依，你的烧退了。我还是紧闭着双眼，但我知道颤抖和发白的嘴唇已经出卖了我。你在家好好休息，等会儿把床柜上的感冒药喝了。昨天你发烧很严重，衣服湿透了，我给你拿了一套舒适的衣服，记得穿。难道我的衣服被继父脱了？一阵恐惧感袭击我的神经。继父轻轻亲吻了一下我的额头，我只感觉到继父贴近脸看了我很久。我祈祷着，希望继父不要像曾经那样掀开我的被子。他用袖子擦了擦我额头上的汗，随后起身离开。我听见继父在房间焦急地翻找着什么东西，互相碰撞的银制品发出混乱的声音。我静静地听着继父的脚步声，过了很长一会儿，继父的脚步声终于消失了。我爬起身来，朝着我的房间跑去，哪怕多一刻，我也不想停留。回到房间后，我慌乱地翻找着工具，水果刀、剪刀，我努力回想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防身。可当继父高大的身影站在我的面前时，微乎其微的希望也被力量的悬殊撕得粉碎。我瘫坐在地上，想要杀掉继父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甚至已经不是为了妈妈报仇或是拯救妹妹，我只是单纯的认为继父不应该存在。我突然想起了秘书，昨天那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很像一个人面临危险无法呐喊挣扎时与周围物体发生碰撞发出的声音。我给秘书发了一条消息，进行的顺利吗？秘书秒回，还不错。只是我的上司也太爱工作了，好不容易见了面，还让我处理文件，再找别的机会吧。秘书回复我，但我并不认为对面这个人是秘书，秘书他肯定出意外了。但我还没想好接着怎么回复他，他却立刻发消息过来了。不过他邀请我明天去他家一起共进晚餐，终于能看见他的2个妓女，我要趁机拿下他。嘿，这的确是秘书的口气，但我还是坚信秘书遇害了。我很确定，继父在房间里交错的碎步证明了，他一定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去埋秘书的尸体。我站起身来，准备下楼去找找看，同时在床底下拿出了一把斧头，这把斧头上还有已经风干了的血渍，我不知道是谁放的，也不知道是谁的血渍。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就在床底下，刀刃坑坑洼洼，但应该有用。我举着斧头一步一步地走下楼去，地板反射着晃眼的灯光，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干净，干净到散发着诡异。我走到别墅的后院，躲在门后的角落里，从门缝中寻觅着松软的泥土，这最适合埋藏尸体了。但同时，泥土上没有脚印，也就是说，继父没有把秘书的尸体埋在这儿。我在大脑中思索着这栋别墅的格局，别墅并不大，但有很多间仓库、书房、杂物间。妈妈在的时候，因为嫌弃那些地方阴暗，早把东西堆得满满的，以至于我从没有去过。我准备去一间废弃的杂物间看看，突然，寂静的别墅中传来一阵刺耳的尖叫声，穿透墙壁。是妹妹。我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是8点20，过了2年之久，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时间段听见妹妹的声音。妹妹再次发出刺耳的尖叫声。禽兽！我不顾一切，发了疯一般冲到继父的门口，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没有人，被子还是我离开后的模样，但妹妹的哭声还在，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痛苦。我寻找着妹妹的声源，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杂物间。这间杂物间还有一间地下室，此前一直用一把大锁锁着。妹妹的声音就是从那儿传来的。妹妹！我朝着里面大喊。妹妹不停地尖叫着，完全隔绝了我的声音。妹妹的哭声揪着我的心，我拿着斧头不停地敲打着门上的铁锁。也许是生锈的缘故，门很快就开了。我冲了进去，眼前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衣不蔽体的手脚被锁链捆绑住。他不停地对着妹妹龇牙咧嘴，妹妹缩在角落里，害怕到发出刺耳的声音。我把妹妹抱在怀里，用斧头指着这个男人。好在锁链很粗很短，他伤害不了我们。你是什么人？男人把视线停留在斧头上，停下了恐吓动作，右脸闪过一瞬间的抽搐。你是谁？谁把你关在这儿的？依依，是依依吗？是我，我是你的继父。我震惊地看着他，直到他把脸抬起，露出那张熟悉的脸，的确是继父。我彻底懵了，怎么会有2个继父？那外面那个男人是谁？依依，你听我说，想个办法救我，趁着外面那个男人不在的时候来救我。现在你带着妹妹出去，不要暴露你来过这里。快去，等我出去，你和妹妹就没事了。我拉着妹妹就往外跑，直接逃离了别墅，无论去哪儿都比待在这儿强。尽管我和妹妹弱小的身躯连小区也出不去。我带着妹妹来到一家别墅内的咖啡厅，坐在角落里，服务员端着2杯牛奶放在我们面前。依依，你怎么带着妹妹出来了？服务员是继父的朋友，继父怕我总是待在别墅把我弄坏了，所以这是他唯一允许我来的地方，而我逃也只能逃到这儿。没事，我带妹妹来透透气。服务员看了一眼手表，从怀中掏出了电话，我这就联系林总来接你们。我把头转向窗外，待到服务员接起电话离开后，我把头探到妹妹的眼前，压低了声音。妹妹，地下室那个男人你认识吗？妹妹摇摇头，稚嫩的脸蛋被地下室那个男人吓得失去了血色。那你告诉我，这个继父每天都对你做什么？继父说我告诉别人，他就不给我吃糖果了。妹妹眼睛一直盯着门口，我知道他在等继父回来。妹妹，那你今天为什么不在继父的房间？你怎么出现在地下室？继父做什么去了？
我知道时间来不及了，于是连续问了妹妹几个问题，完全忘却了她还年幼的事实。继父带着秘书姐姐出去了，他让我乖乖在家等他。秘书他难道真的没死？妹妹，继父有没有伤害过你？就是有没有把你衣服脱了，然后又给你穿上？妹妹看着我，因为无法理解我的话，所以沉默着。随后将眼睛再次看向了门口，妹妹笑容逐渐变得开朗。爸爸，因为依赖和年幼的缘故，妹妹一直都叫继父爸爸。我回头看去，继父出现在门口，他一把抱着妹妹，亲昵地摸了摸妹妹的额头。继父与服务员寒暄，但他整个视线从进门开始就一直落在我的身上。我和他眼神交汇着，此刻我的平静和他的神情是如此相似。他和地下室那个人长得一模一样，到底谁才是继父？第二天，我起床后在房间里待了一整天，继父出门了，带着妹妹。而我这个学期已经休学了，所以此刻只有我一个人待在家中。我在杂物间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去地下室，但最后无力感战胜了我。我看着杂物间的镜子，里面的少女已经逐渐变得成熟，但眼神空洞压抑，像被掏空了的浮木。我以为长大后就能改变什么，但好像只是用曾经被蹂躏的身体来蹂躏如今的灵魂。我看着自己，突然妹妹的脸浮现在镜子前，血浓于水。若我不救她，还有谁可以救她呢？我打起精神，朝着地下室走了过去。突然门外响起了铃铛声，继父回来了。我连忙跑了出去。秘书果然也来了，他在继父面前搔首弄姿，继父也没有对他产生任何排斥，两人看上去亲密无比。秘书一到家里就主动做饭，将桌子上枯萎的花换了一束新的月季。他不停地夸赞并照顾着我和妹妹，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模样。回想起之前我和他的聊天记录，他向我吐槽我和妹妹时可不是这个态度。我们坐在饭桌上，吃着他亲手做的一桌菜。秘书姐姐，你那天来了怎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呀？你怎么知道我来了？我听妹妹说的。当然和你的继父有更重要的事做了，以后我多来陪你和妹妹好不好？好啊，那太好了。我把某种微弱的希望放在了他的身上，只要他发现继父的恶行，以后我就可以寻求他的帮助。不要！突然妹妹手里拿着的碗砸向了秘书的头，秘书的头瞬间流下了血。不喜欢你，你走。妹妹又拿起自己的叉子扔向秘书，妹妹眼神中透露着对秘书的厌恶。我从没有见过妹妹这副模样，不是捣蛋和孩子气，而是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暴力。我立刻遏制妹妹，可妹妹依旧朝着秘书大喊：滚远点，我不喜欢你，不准你来我家。继父闻声赶来，以为妹妹出什么事了，极为紧张，转而看见秘书头上流出的血，反而松了口气。继父没有对秘书多说一句话，抱着妹妹离开了。秘书没好气地捡起叉子朝着妹妹扔了过去，继父瞬间发怒般转身回来掐着秘书的脖子。我从未见过继父发这么大的火，我本想替秘书说话，可下一秒继父手中的叉子直接插向了秘书的脖子处，血溅在我的脸上。带着妹妹回房间。继父高估了我心里的承受能力，眼看着我一动不动，他只好自己拖着秘书离开。妹妹抱着娃娃跑了上去，牵着继父的另一只手。我无比笃定，这个继父就是一个恶魔、杀人犯、变态。妹妹精神上对他产生了令人可怕的依赖，不畏惧死亡的依赖。我知道不能再等了，我要把地下室那个男人解救出来。第二天，继父和妹妹前脚离开后，我后脚便去了地下室。为了以防万一，我在杂物间门口处放了一盆水，开着电闸，随后剪断一根电线放了进去。如果他对我产生威胁，我只要跑到门口，把水倒在他的身上，应该能够自保。同时在兜里藏了一把水果刀，我小心翼翼地走到这个男人面前。地下室环境很差，四周墙缝中滴落着下水道的水，地面上阴冷潮湿。他躺在角落里，缩着身子，瘦骨嶙峋，可想而知，继父很想把这个男人折磨而死。你真的是我继父吗？那外面那个人是谁？男人被我的声音吓了一跳，他立刻坐起身来，激动地想要抓着我的肩膀，我连连后退，好在锁链限制了他的距离。男人确保我身后没人后，这才看着我开口说话，那双眼睛凹陷得有些吓人。他是冒充我的，你帮我把链子解开，我们一起去报警。报警？我手机已经被他没收了，而且我今天尝试了，根本出不去。没事，你帮我解开链子，我来想办法。你能告诉我他是谁吗？为什么要冒充你？他是我的双胞胎哥哥，坐了10年牢，坐牢出来后无处可去，找我帮忙，但我帮不了他，所以他就把我关在这里。我能问问你，你被关了多久吗？男人看了我一眼，似乎察觉到我表情的异样。5年，我和你妈妈结婚第1年的时候，他就把我关了进来。快给我解开！男人挣扎着锁链，我看了一下他已经跪烂的膝盖，还有许多腐烂的坏肉。继父是在第2年开始侵犯我的，所以不是他，我可以相信他。放下心后，我把他的锁链解开，男人露出如获新生的释放感。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你放心，我会杀了他，给你和妹妹好的生活。我觉得我和妹妹有救了。接下来你听我的计划。凌晨能把我藏这么久，这个房间里肯定布满了机关，而且有把握我们逃不出去。凌晨不是你的名字吗？他一瞬间有些呆滞，说错了，他叫林月。切记，一定要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会想办法躲在别墅中，你每天这个时候到2楼衣帽间，我会把接下来的行动和计划写在一张纸条上，放在衣服的口袋里。2楼衣帽间为什么是那儿？那是以前继父背着妈妈侵犯我的地方，那儿还有我厌弃的裤子和布娃娃，我一辈子也不想进去。但事关重大，我想不了那么多了。我答应了他。这个叫凌晨的继父迅速朝着外面跑了过去，通过悠长黑暗的楼梯。
可刚到了门口，闷地一声，凌晨捂着肚子连连后退，妹妹步步紧逼凌晨，手中还拿着沾着血的匕首。姐姐，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坏人放出来？